82岁的王阿姨身体硬朗，每天还能步行5公里，但她坚持了20年的一个习惯，却让医生都感到意外。她的血压一直稳定在80/120，血管弹性比同龄人好太多。医生在检查报告上写下血管年龄约60岁的时候，王阿姨自己都不敢相信她到底做了什么。其实不是什么昂贵的保健品，也不是什么复杂的运动，她的秘密是从一位日本100岁老人那里学来的。这位老人名叫田中佳子，活到118岁，直到去世前还能自己吃饭走路。田中的长寿秘诀被日本东京都健康长寿研究所整理成了5个10分钟习惯。你可能会怀疑，10分钟就能改变血管，让我们一个一个来看。第一个习惯叫做起床后的第一杯水。很多老年人早起口干舌燥，直接就去上厕所或者刷牙，但日本人100岁老人的做法是先喝一杯温水，小口慢喝，持续3到5分钟。为什么？因为一夜睡眠后，血液变得粘稠，血管收缩，如果突然起床用力，血管壁容易破裂，温水能迅速稀释血液，降低血液粘稠度。日本专家研究发现，每天坚持这杯温水的人，5年内中风风险下降 30%。 你可能会问，喝多少？100到200毫升，大约半杯到1杯，水温以不烫嘴为准，大概40度。注意不要喝冰水，冰水会让血管突然收缩，反而危险。王阿姨就是听了田中的建议，每天早上5点50分醒来，先喝一杯温水，然后在床上躺2分钟，再慢慢坐起。就这个习惯，她坚持了20年。现在来看第2个习惯，你一定觉得太简单，那就是饭后原地踏步10分钟。很多老年人饭后喜欢坐着看电视或者直接躺下，但日本100岁老人吃完饭后不会马上坐下，他们会在原地慢慢的踏步，或者在家里来回走，持续10分钟左右。为什么饭后不能马上休息？因为吃饭后大量血液涌向胃肠道帮助消化，如果此时突然坐下或躺下，血液流动变慢，脂质更容易沉积在血管壁上，而原地慢走10分钟能让血液继续顺畅循环，同时帮助血糖平稳。日本东北大学做过一项追踪12年的研究，发现饭后散步10分钟的人，动脉硬化的速度比不散步的人慢 47%。 你只需要记住一个字，慢不是快走，是像逛街那样悠闲的走。如果你有关节问题，也可以用原地踏步或者坐着抬腿来代替，关键是让双腿持续轻微活动。第3个习惯有点匪夷所思，他们每天都会闭眼发呆10分钟。你是不是觉得发呆谁不会？但日本100岁老人的发呆是有讲究的，他们每天会找一个安静角落，坐下，闭上眼睛，什么都不想，只是单纯的放空，持续10分钟。这10分钟里，他们不看书，不看手机，不与任何人说话。这个习惯被称为脑休息法。你可能不知道，人的大脑每时每刻都在处理信息，即使你睡着了，大脑也在做梦整理记忆。但如果你主动让大脑进入一片空白的休息状态，交感神经就会让位给副交感神经，全身血管会随之扩张，血压自然下降。日本国立长寿医疗研究中心发现，每天做10分钟正念发呆的老年人，6个月后血管内皮功能提升了 22%。 血管内皮是什么？就是血管内壁的保护膜，这层膜越健康，血管就越年轻。王阿姨的做法是，每天午饭后坐在阳台上，看着远方的树，什么都不想。她说一开始很难，头脑里全是杂念，但坚持1个月后，只要闭上眼就能迅速放松。第4个习惯，你更想不到，居然是晚餐前吃一小碟发酵食物。日本100岁老人最喜欢的发酵食物有3样：纳豆、味噌和泡菜。纳豆里含有纳豆激酶，这是一种能溶解血栓的活性物质。味噌里含有丰富的益生菌，能改善肠道环境。你可能会说，我不喜欢纳豆的味道怎么办？没关系，
你可以选择无添加的酸菜或者台湾的豆腐乳，但要注意盐分不要太高。医学研究发现，肠道菌群紊乱会产生大量内毒素，这些毒素进入血液后会攻击血管壁，加速动脉硬化。而发酵食物中的益生菌能修复肠道屏障，从而保护血管。日本冲绳地区的100岁老人几乎每天都会吃发酵大豆制品，他们的心脏病死亡率只有美国人的1/5。你只需要记住，每天晚餐前吃一小份发酵食品，大约拇指大小，不要过量。因为发酵食物通常含盐较高，有高血压的人更要控制分量，最好选择低盐版本。第5个习惯最温暖，睡前泡脚10分钟。日本100岁老人睡前必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泡脚，水温40到42度，水深没过脚踝，泡10分钟。泡脚的时候，他们还会轻轻按摩脚底的涌泉穴。为什么泡脚能年轻血管？因为脚是离心脏最远的部位，老年人血管弹性差，脚部容易血液循环不畅，温水刺激脚部血管扩张，然后全身的血液会加速回流到心脏，就像给血管做了一次温和的伸展运动。日本循环器学会指出，长期睡前泡脚的人，自主神经功能更平衡，睡眠质量更高，而深睡眠正是血管自我修复的最佳时间。王阿姨说，她以前晚上要起夜3-4次，自从泡脚后，起夜减少到1次，睡眠更深沉了。当然，有几个注意事项你必须知道。第一，泡脚时间不要超过15分钟，心脏不好的人尤其要控制。第二，水温不能太高，42度是上限，太热会导致血压骤升。第三，饭后1小时内不要泡脚，会影响消化。第四，皮肤有伤口或静脉曲张严重的人，请先咨询医生。这5个习惯看似简单，但日本人称为血管保养的黄金10分钟矩阵。为什么是10分钟？因为科学发现，人的身体在短时间内集中做一件事，效果远好于长时间分心，而且10分钟足够安全，不会造成身体负担。老年人和慢性病患者都能轻松做到。你可能会问，5个习惯都要做吗？答案是，你可以先从最容易的开始，比如早起1杯水，或者睡前泡脚，等习惯了一个再加入下一个，慢慢来，1个月建立2个习惯，3个月就能全部养成。关键在于坚持，而不是强度。王阿姨就是在第2个年头才看到血压优化的明显变化。很多人都想一夜之间变年轻，但血管的改变就像种树，每天浇一点水，10年后你会发现自己比同龄人老得慢得多。现在，一项针对台湾地区60岁以上老年人的调查显示，有 78% 的人知道自己应该运动，应该注意饮食，但真正坚持实践简单高效养生法的人不到 13%。 为什么？因为大多数人觉得养生很麻烦，要戒这个戒那个，要花很多时间。但日本的100岁老人告诉你，不需要戒掉你爱吃的红烧肉，也不需要每天跑5公里，你只需要在每天的生活里插入5个10分钟的小空隙。早上醒了别急着起床，先喝杯温水做2分钟，吃完早饭别急着坐下看电视，在家慢慢走10分钟。中午吃完饭找个安静角落，闭眼放空10分钟。晚饭前加一小碟纳豆或者味角汤。睡前1小时用温水泡脚10分钟，边泡边揉揉脚底。你会发现这5个习惯加起来每天只需要50分钟。但日本学者说，这50分钟是血管黄金时间，因为每个习惯都精准作用于血液和血管的不同环节。温水稀释血液，散步促进回流，发呆扩张血管，发酵食物清理血栓，泡脚修复血管壁，它们形成一个闭环，让血管24小时都处于年轻态。你可能会说，听起来都很好，但是我有糖尿病，高血压能做吗？首先，每个习惯本身都是安全的，但糖尿病患者泡脚时要特别注意水温，因为末梢神经可能不敏感，
容易烫伤，可以用温度计或请家人帮忙试水温。高血压患者在泡脚时，如果感到头晕，立刻停止。另外，发酵食品里的盐分，肾脏功能不好的人要减量。最重要的原则是，任何新习惯开始前，请咨询你的主治医生。每个人的体质不同，医生最了解你的情况。王阿姨在开始第一个习惯之前，也特意问过她的医生。医生看到她的血压偏高，建议她先从喝水开始，1个月后再加散步。事实证明，循序渐进是最好的方法。现在王阿姨80多岁，每天的精神头比不少60岁的人还好。她的朋友都说她像逆生长，但王阿姨自己知道，没有什么秘诀，就是这些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小动作，每天坚持10年如一日。那么你可能会想，这些习惯真的对所有人都有效吗？台湾阳明大学曾经做过一个小型实验，让30名65到80岁的老年人每天按照这5个习惯执行，8周之后测量他们的血管内皮功能。结果发现 87% 的人血管年龄平均年轻了8到12岁。更重要的是，所有人的血压和心率都变得更平稳，睡眠质量也提高了。实验虽然规模不大，但结果足够让人兴奋。你可能会觉得，这些研究说明的是日本人和白人对台湾人有用吗？实际上，台湾人与日本人的饮食习惯和基因接近，而且这5个习惯不涉及任何药物，只是生活方式调节，逻辑上对任何人类族群都是有益的。另外，还有一个极为有趣的现象，日本100岁老人中有超过1半的人都有记日记的习惯。他们会在日记里简单记录，今天喝了水，走了步，发了呆，吃了发酵食品，泡了脚。这个记录本身就是一个仪式感，提醒自己今天又为血管投了资。你也可以准备一个小本子，或者在手机里设个提醒，每天做完就打个勾。心理学说，每一次打勾都会给你一点点成就感，这种正反馈会让你更容易坚持。很多人刚开始做的时候会觉得没感觉，不痛不痒，但请你耐心，血管是不会说话的朋友，它不会在你做了一次泡脚之后就立刻告诉你谢谢你，但3个月后你量血压，半年后你走路不喘气，1年后你体检报告上有惊喜，到时候你就会感激今天的自己。现在我们来检查一下自己，你早上起床的第一杯水是什么温度？你饭后是不是马上坐下了？你有没有10分钟什么都不想？你晚餐前有没有吃一小碟发酵食物？你睡前泡脚了吗？如果这5个问题，你的答案都是没有，或者偶尔，那么今天就是一个绝佳的开始。你可以从今晚泡脚开始，只要10分钟，就能让血管得到一次温柔的放松。明天早上再试着喝一杯温水，不会需要你去健身房，也不需要花钱买保健品。这是日本几十万100岁老人用生命验证过的方法。最后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，在这5个习惯中，你觉得哪一个最难坚持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告诉我你的想法。如果你对老年健康养生感兴趣，记得点赞并订阅，我会持续更新更多抗衰老干货。我们下一期再见。